那接下来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带你进行电视的基本操作以及设定。那节目的最后，我们还有 Q&A 的时间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麦斯音响。首先，因2022年 K 系列的电视上市，如果你今天是 DIY 自行安装的消费者，那接下来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带你进行电视的基本操作以及设定。那节目的最后，我们还有 Q&A 的时间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。那大家完成安装开机之后，都会看到这个欢迎使用的画面。我们可以用上下左右以及中间的确认键去选择相对应的语言。这边有设定 Google TV 以及设定基本电视模式。我们先教大家设定基本电视模式，选择相对应的 WiFi 并 key 上密码。好，这边就会有一些服务条款需要去接受。服务的部分的话，可以勾选取消或者是停用的部分。隐私条款需要进行往下卷动以阅读全文，但是通常我们都是撩到最底。这边有几项需要勾选，但你如果不需要的话，其实也不同意也没关系。远端启动的话，其实我会建议大家都打开，因为这个日后对于你在使用电视都会比较顺畅。省电模式是在2022年 K 系列才有的功能。其实开高的话，其实它会依照电视目前使用的方法去做一些省电的动作。那因为我们要示范，所以我们就把它这个功能先关起来。使用电视控制您的机上盒的部分，我们按下设定，这边选择你相对应的 HDMI 的 port 的位置。好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 MOD 或者是一些凯擘之类的第四台，我们例如你今天假设接在 HDMI 1，那左边那个框框就会有 HDMI 1的画面。如果出现了无法辨识您的有线卫星机上盒的话，你可以按下下一步，选择相对应的供应商，例如 MOD、BBTV、凯擘。好，因为我们没有接到机上盒，所以画面会是黑的。那如果有接机上盒，你的画面应该是会在黑色部分。那我们按下下一步，按下测试。电视遥控器要对准你的机上盒的机器，如果这个动作有成功，你的电视就会自行的转台进行测试。好，那刚才的动作如果有成功，它就会写说它有辨识到你的机上盒。这里你可以选择摆放位置，有桌上型支架以及壁挂式。那今天我们是以桌上型支架去做示范。音效自动校正的部分，遥控器你要先拿到你最常使用的位置，然后按选下一步。需要注意的部分，环境要蛮安静的。好，其实从去年的电视就有支援 AirPlay 跟 HomeKit， 但是就看大家需不需要这些功能。无障碍设定的功能，其实在日后还可以做调整，不一定要在第一次就开启。
这样子就设定完成了。设定完成之后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电视目前的主选单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看 Disney、看 Twitch 之类的，其实你就要登录下面的 Google TV。Google TV 你压进去，好，这边我们按设定。好，这里一样有2种方式，第一种是扫 QR code， 第二种是以传统的方式输入账号以及密码。好，当你完成登录之后，电视会跳出一些选项，例如 Google 助理，那我们这边就按继续。搜寻电视应用程式的内容，这边通常我也是会按允许。这边订阅项目，如果你有需要先安装这些 APP 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先勾选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先按确认。这里就是需要等待的地方。那目前可能因为网速啊，或者是电视很多 APP 要装，它可能会进行一个重新安装，等待的时间大约是10到30分钟不等，那就要请大家多多有耐心一点。Google TV 安装完成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首页的样子变不一样了。如果你今天想要下载不一样的应用程式，可以利用上下左右键去选到应用程式下方的搜寻，例如爱奇艺、Spotify 都可以在 Google TV 上做下载。那我们现在回到首页，好，往下选，这边你就可以进行 Netflix 啊、YouTube， 甚至是 Apple TV 啊，My Video 也有资源。下方会有一些推播高人气的节目，或者是你平常常看的，它都会在这下面出现。这边基础设定告一段落，再来我们进入 Q&A 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们从 YouTube 上面收集了几个比较常见的问题。第一个，询问住所房间大小可以容纳几寸的电视？那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常见的。电视这种东西其实嫌小不嫌大，但是如果你今天要一个比较有确切的数字，其实你可以上 Sony 的官网，它都有建议的数值以及尺寸。再来第二个问题，如果想要搜寻使用麦克风，可以怎么设定？这个从去年的 J 系列到今年的 K 系列，你想用麦克风这个功能，你必须完成 Google TV 的设定，才可以使用遥控器上面的麦克风。如果家里用凯擘大宽屏、Sony 电视相关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很简单。如果你今天是在电视安装完成之后，第四台的人员到你家去做安装，你可以请第四台的人帮你做电源键的拷贝，这样就可以让长辈很顺利的去做使用。设定好 Google TV 后，可以新增家人的 Google 账号来登录，但是不太清楚这个新增的用意是什么。好，新增的用意呢，其实是在于说，这台 Google TV 它有推播的一些功能，就会记忆你平常 YouTube 在看什么啊 ，Netflix 在看什么。那如果家里有很多成员，其实他们想看的东西不同，那透过这个切换账号，可以让大家更顺利的做使用。连接外接键盘如何可以输入中文字？因为只能 key in 英文，无法转成输入中文法。这边的话，其实外接键盘相对的并没有这么好去做使用，而且对它没办法支援中文的输入。请问 65X90J 电视本体是否有内接麦克风？我可以用遥控器声控启动 Google， 但是对电视机本身声控 Google 后没有反应。好这个问题分2个部分回答。第一个，其实不论是 90J 或者是今年的 80K 都有内建麦克风，但是
您刚才说的 OK Google， 它是属于Google 助理的部分。Google 助理它在台湾地区其实是没有资源的，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就算你切了语气，它还是不支援。请问这种电视还能看数位天线节目吗？可以，但是你必须加购数位的 tuner。可以连上蓝牙喇叭吗？可以，但是会因为蓝牙喇叭跟电视的版本不同，造成些许的延迟。以上就是这次我们收集到的常见问题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帮我按下订阅、分享以及按赞。我们之后都还会为大家制作更多有趣的影片，谢谢大家。要不然你现在面对镜头一下。好，不用插棒。好。就。